Hello， 歡迎收睇酒評故事，我係 Gary。今日同大家數下史上成交價最貴嘅10支葡萄酒。有冇奇怪點解唔到市場上買得到最貴嗰10款？係因為近年 Burgundy 嘅酒升幅太誇張啦。喺頭50款最貴嘅酒入邊， Burgundy 嘅酒就包攬咗47款，當中兩大龍頭 DRC 同麗花就佔咗36款。簡單啲講就係做嚟都嘥氣。明白之後我哋就去片啦。第10位1811年嘅 Chateau d'Yquem， 唔好睇佢黑蚊蚊咁樣，其實佢係一支白酒嚟嘅，而且係榜單上面唯一一支白酒。喺2011年嘅拍賣會上面，以接近12萬美金，即係超過90萬港紙嘅價錢，買一支1811年嘅迪金。當然嗰年嘅拍賣會咁啱係呢支酒嘅200歲生日，理所當然個價就會再推高少少啦。之前喺迪金嘅影片都有提及過，當年呢間酒莊仲未完全係做甜酒嘅。不過1811年係一個特別嘅年份，因為嗰一年一樣係受到貴腐菌嘅感染，但係嗰陣時就冇而家咁講究，所以就肯定冇而家嘅迪金咁甜噶啦。不過1811絕對係一個世紀年份，連最嘴刁嘅酒評家 Francis Robinson 都話，希望自己喺死之前仲有機會再飲多一次。第9位1787年 Chateau Lafite， 作為世界上最貴嘅紅酒生產商之一， Lafite 出現喺呢個榜單一啲都唔奇怪。根據傳聞，呢支酒仲要係美國第3任總統Thomas Jefferson 嘅收藏品之一，酒樽上面仲刻住 THJ 呢3個字。呢款酒喺1985年俾福布斯嘅老闆以15.6萬美金買咗，計埋通貨膨脹，佢個價應該要再幾級跳。不過可惜嘅係喺呢位老闆買咗之後，就放咗喺佢哋嘅博物館入面展覽，俾幾支 spotlight 射到個木塞都光晒，仲跌埋入個樽度。呢支酒就從此報銷啦。第8位 Penfolds Block 42 Ambrose 2004年，榜單上最年輕嘅一款酒，係由中文名叫奔富，寓意奔向富貴嘅知名澳洲酒莊 Penfolds 打造。呢支酒最貴嘅點係佢有住極盡奢華、全手工打造嘅酒樽同木箱。當然呢款叫 Block 42嘅單一田都一定唔係差啦。不過買翻同一年份嘅普通版，其實只不過係5000蚊左右。而呢支 Ambrose 全球限量12支，就連香港嘅次哥都有1支噶。呢款酒揾咗4位頂尖嘅藝術家去設計包裝，分別負責呢款酒酒樽嘅玻璃吹製、外層嘅玻璃雕塑、裝飾嘅貴金屬同埋特製嘅外盒，最後設計出呢個一睇就知本身富貴嘅酒款。當買家決定要打開支酒嗰陣， Penfolds 會派一位資深釀酒大師親臨現場為酒主服務，大家一齊欣賞下呢個過程啊！呢支酒再加埋呢個全套服務，就總值16.8萬美金，亦都可能係世界上最貴嘅全套服務。第7位1787年 Chateau Margaux， 又係一支1787年嘅酒，不過呢支嘅價值就有啲神奇，因為225000呢個唔係拍賣價，亦都唔係定價，而係保險公司嘅賠償價。話說呢支1787年嘅酒，
確確實實係美國總統 Thomas Jefferson 嘅收藏品之一。佢嘅後人喺1989年將支酒賣咗俾一位酒商 William， 但呢位酒商拎去 Chateau Margaux 參加晚宴嘅時候，俾一位侍酒師唔覺意困到張台，支酒就跌咗落地打爛咗啦。嗰位侍酒師嗰陣時一定嚇到鼻哥窿都冇肉啊！不過好好彩嘅係，呢支酒本身買咗225000美金嘅保險，從此之後呢支酒就成為咗歷史上唯一一款冇正式出售但係有極高價值嘅葡萄酒啦。第六位，1869年嘅 Chateau Lafite 又老是常出現啊！喺2010年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面，原本股價值6.5萬美金嘅1869年 Chateau Lafite， 最後竟然嗌到上23萬美金嘅成交價，創咗拍賣會上面最貴嘅750ml樽裝葡萄酒紀錄。1869年唔使問都係靚噶啦，佢係公認19世紀波爾多最偉大嘅年份，而且係喺葡萄根紐芽蟲肆虐歐洲之前嘅年份。所以呢款酒嘅風格喺而家嘅波爾多已經複製唔返噶啦。不過當然，150年前嘅酒，而家仲飲唔飲得都係一個謎啦。第五位嘅呢款香檳係真真正正充滿故事嘅酒啦。喺1997年，有一批瑞典嘅潛水員發現咗一艘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俾魚雷擊沉咗嘅貨輪，而且仲俾佢哋發現船上面仲有稀世年份嘅香檳。後嚟翻查資料，呢艘貨輪係喺1916年沉沒喺芬蘭灣嘅海域，船上面裝住2000支原本係送去俾沙皇尼古拉二世嘅香檳，但係呢艘船俾德國潛艇擊沉咗，令佢哋喺芬蘭灣嘅冰冷海水入邊塵封咗成80幾年。而且海底嘅大氣壓力係遠遠大過香檳本身嘅壓力，所以好肯定啲酒打撈上嚟嗰陣個狀態係非常完美。而275000美金呢個價錢就係喺莫斯科 Ritz-Carlton 酒店入邊賣緊嘅價錢。另外，其實成日都有沉船嘅香檳拎出嚟賣，有機會嘅日後再做一條片同大家講解下。第四位，1947 Chateau Cheval Blanc。2010年喺日內瓦佳士得拍賣會上面，一位私人收藏家用超過30萬美金嘅成交價買咗一支6公升嘅1947年 Cheval Blanc。喺我講 Cheval Blanc 條片都有提過，呢支1947嘅酒係好唔似佢哋酒莊本身嘅風格，因為嗰一年嘅天氣特別熱。但係嗰個年代可以控制發酵溫度嘅不鏽鋼桶都仲未出現，啲提子超高嘅成熟度令到支酒去到14.4酒精。對於當時大部分都係11、12度酒精嘅波爾多酒嚟講，呢支酒直頭係怪物級嘅存在。但偏偏 Cheval Blanc 呢支做到咁高酒精嘅情況下，一啲厚重感都冇。Joseph Robinson 形容佢係好似孔雀開屏咁華麗。連 Cheval Blanc 總監自己都話，呢一年嘅酒係無法複製嘅美麗意外。第三位 Chateau Mouton 1945。喺2007年紐約嘅蘇富比拍賣會，呢支3公升嘅1945 Mouton以超過31萬美金嘅價錢賣出。1945無論係對於波爾多或者係全個歐洲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年份，因為嗰年就係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成個法國都普天同慶，加埋嗰一年波爾多嘅氣候係非常咁理想。不過啱啱打完仗，好多酒莊都元氣大傷，唯獨麥當好好彩，酒莊被德軍佔領嗰陣，仍然係由專業嘅人士打理，加上 Hushel 家族嘅超能力，好正常地，佢哋回復嘅速度都快過其他酒莊。不過講係咁講，當時嘅產量都仍然係好低嘅，所以呢支3公升嘅 Chateau Mouton當年只係做咗24支出嚟，再加上嗰年畫咗代表勝利嘅 V 字酒標，
就令到支酒更加別具意義啦。不過除咗賣情懷，呢支酒係有真正嘅實力㗎。喺 Decanter 嘅雜誌入面，曾經列舉咗100支死前必試嘅葡萄酒。1945年嘅末當係排喺呢個名單嘅第1位。要留意翻，當時嘅末當係仲未升上1級裝㗎，能夠喺榜單上面贏過前面嗰4位老大哥，絕對能夠彰顯1945嘅末當係有幾咁傳奇啊！第2位，1992年 Screaming Eagle， 呢支嚟自美國嘅莫拜酒 Screaming Eagle， 雄踞咗呢個榜單嘅第1名足足18年，喺2018年先俾陣間嘅第1名超越咗。酒莊由1986年創立以嚟，幾乎每個年份都得到酒評家 Robert Parker 嘅滿分，所以酒莊嘅名聲都升得超快。10年之內就成為咗美國 Napa Valley 嘅頭號一哥，而且年產量只係得嗰6000支，根本係一瓶難求。所以佢唔單止叫做尖叫鷹，連其他年份嘅出廠價都貴到令人尖叫。呢支1992嘅 Screaming Eagle 其實係6公升嘅版本，而且係第一個佢哋正式對外發售嘅年份。喺2000年嘅 Napa Valley 拍賣會上邊，就以50萬美金賣出，直接打破咗史上最貴嘅單支葡萄酒紀錄。不過其實嗰次嘅拍賣會係有慈善用途，所以當時嘅買家都特別手鬆，先創造出呢個咁震撼嘅價錢。第1位 Homani Conti 1945，眾望所歸嘅酒王終於出現啦！作為葡萄酒界嘅龍頭，傳說級別嘅酒莊 DRC， 呢份名單又點可能冇佢份呢？喺2018年紐約嘅蘇富比拍賣會上面，一支1945年嘅 Homani Conti 以558000美金嘅價錢成交，終於將頭先 Screaming Eagle 嘅世界紀錄打破，法國都重奪呢份榜單嘅第1名。DRC 呢間酒莊一直都係全世界葡萄酒之王，無論佢嘅紅酒或者白酒，都係喺最貴嘅寶座上面坐得穩穩陣陣。對於好多酒友嚟講，飲到一杯 DRC 嘅酒，先算達到人生夢想嘅終點。就連一年要飲幾萬支酒嘅酒評家，都會形容 DRC 就係上帝留低咗喺凡間嘅禮物。繼續講翻破紀錄嘅呢一支1945 Homani Conti， 如果你仲有印象，佢同第3名嘅 Chateau Mouton 係同一個年份，一樣喺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嘅嗰一年。雖然嗰年 Burgundy 都係世紀靚年，不過嗰邊比起波爾多就更加接近2戰時候嘅戰區，所以嗰邊好多酒莊根本連出酒都有難度，連 DRC 都受到好大影響。平時佢哋最 top 嗰塊 Homani Conti 單一田，每年平均都大約有6000支嘅產量，而嗰一年只係得嗰600支，產量足足少咗90%，所以支支都係價值連城。而且有個更加特別嘅地方，係佢哋喺1945收成之後，就將呢塊田入面嘅老樹全部掹走晒，所以喺跟住嘅1946去到1951年，佢哋都冇出到 Homani Conti 呢塊田嘅酒，所以就顯得1945嘅呢支酒特別矜貴。睇到呢度，你可能會問，上面呢堆酒輕鬆就可以買到一架車或者一間屋，點解可以值咁貴嘅呢？其實我自己都會諗，平時買其他嘢100幾十都會勒住，但係買酒就可以輕鬆使幾千蚊變不改容。到底葡萄酒點解有咁嘅魔力呢？如果真係當佢係一支750ml嘅酒精飲品，我覺得冇任何一種酒係可以貴過1000蚊。但當你知道一支精彩嘅酒係需要釀酒師嘅心血，加埋上天嘅眷顧，仲要有好好嘅田地，天地人互相配合，呢支酒已經唔係酒精飲品咁簡單，而係一件藝術品。
未中毒嘅朋友仔睇到呢度，肯定覺得我講得好誇張咧。好難捉摸啊！但係我相信世上冇人唔中意飲葡萄酒啊！終有一日你都會遇到俾3粒治你嘅嗰一支酒。各位中毒已深嘅酒友，一齊留言分享下邊一支係令你入坑嘅第一支酒啊！各位觀眾都睇到呢一度咯，不妨留翻個 like 俾我。你一個小小嘅舉動，對於我呢啲蚊型頻道有好大幫助噶。未訂閱嘅記得訂閱，我會繼續出片講更多關於酒嘅得意故事噶。今集嘅介紹嚟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唔夠喉嘅，就篤埋右手邊嘅推薦影片啦。我哋下條片見，拜拜。